这是一瓶1947年的白马庄园红酒 Chateau Cheval Blanc。在红酒收藏界，这瓶液体被视为神迹，单瓶估价在30万美元左右。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特别金贵的时候，他喝下的每一口马尿都会觉得是琼浆玉液。欢迎来到10亿美金假酒帝国。这个帝国的神经中枢不在波尔多，也不在伦敦的私人酒窖。这个帝国只有一个发霉的地下室，一堆乱七八糟的空瓶子、生锈的漏斗、破烂的塑料桶和一堆打印的假标签。这就是暗金酒童鲁迪的地下造假实验室。欢迎来到 CMBS 频道，我是恶童。今天我们来拨开一个华丽的泡沫，看一场全员恶人的商业屠杀。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知名的造假案之一。那鲁迪是谁？ State your name for the record. Rudy Cornelwyn. 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印尼豪门后代，还有无限的信托基金。他是洛杉矶社交顶流，在美国顶级富豪圈，外号人称康迪博士，因为他收藏了海量的罗曼尼康迪。他在洛杉矶私人品酒会上挥金如土，每个月要花100万美元来买那些顶级红酒。美国1%的顶流富豪、对冲基金的大佬和科技巨头，在品酒这件事上对他有近乎宗教般的迷信。听上去是不是有种熟悉的味道？同时，鲁迪还是一个顶级红酒造假师。他发现了一个秘密：顶级的那些陈年老酒，口感复杂度可以用几种便宜的新酒直接兑出来。他用几十美元的加州干红混一点最普通的法国波尔多，然后加几滴劣质酒，就能调出一种混合陈年橡木桶、湿泥土和凋谢玫瑰味道的高级红色液体。这种液体在盲品中，连最有经验的品酒师都能骗过去。那些专家老师傅喝着地下室兑的假酒，还要感叹这个真的是不折不扣的1945年真品啊！这还没完，鲁迪还要打印几千张名酒标签，让这些标签看起来像在地底下躺了几十年，用各种物理手段搞出那种自然的破损感和历史遗迹的视觉假象。鲁迪还会购买大批旧的酒，在木塞上刻下年份，然后对酒瓶和封口做人为篡改，让整个包装看起来更像历史遗物。这位鲁迪到底是谁？他根本不是什么贵族二代，也不是什么酿酒大师，更不是绝命毒师那种化学家，但他是一个味觉魔术师，是一个社会学骗子。他敏锐地捕捉到名酒市场的终极漏洞。鲁迪·库尼亚万，1976年10月10号出生在印尼雅加达，印尼华裔，中文名黄正旺。1990年用学生签证来到美国，后来多次用学生身份申请居留，遭到拒签。他选择了非法滞留，一直到后来被捕。他早期在美国生活的不稳定因素和身份合法问题，也许是导致他后来寻求快速成功的犯罪起因。2002年到2004年，鲁迪开始在洛杉矶高端红酒圈活动，在各种红酒拍卖会上拍下了天价红酒。当时他年纪不大，穿着时尚，有很强的社交能力和自信，还能背出各种葡萄酒细节，甚至能在盲品中准确辨识出各类葡萄酒品种。有人回忆他在一次盲品中，在12款酒当中准确分辨出了纯度和产地。这种专家级表现让他在圈子里迅速成名，大家开始叫他酒庄神童。这时候鲁迪的人设开始迅速出圈，通过大额消费、请客送礼，快速进入了洛杉矶顶级藏家的社交圈。慢慢的，鲁迪发现了一个商业秘密：顶级奢侈品不是用来喝的，是用来藏的。那些花了几十万美元买酒的富翁，买了之后立刻送到恒温酒窖，只要他们不开瓶，谎言就是真的。所以鲁迪开始豪赌这种概率，赌的就是这瓶酒永远不会开。纽约佳士得、伦敦苏富比的晚宴上，对冲基金大佬、顶流名媛，他们为了鲁迪的一瓶假酒开出了10万美元的天价。所以随着名声和财富的膨胀，鲁迪开始变得肆无忌惮，一瓶瓶的卖，要卖到猴年马月去。他要自己着装，他要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然后鲁迪在拍卖会上开始玩一种很新的游戏，自买自卖。先高价拍下别人的酒，抬高这个品种的市场价，再把自己的假酒用更高的价格甩到市场上。2006年，他在美国老牌拍卖行进行了2次拍卖，据行业人称，总成交额达到3500万美元，光其中1次的拍卖总额就达到了2470万美元，直接刷新了全球个人藏品的拍卖记录。这个阶段，他已经不是卖家了，是整个市场的定价源头。富豪们每天围着他转，试图从他的买卖动作当中判断市场的风向。当时的红酒市场就像鲁迪自己的资金池，你以为普通人会被割韭菜，在他的世界里，被割的全是美国顶级亿万富翁。他们为了几瓶所谓的历史名酒疯狂加价，相互争夺，完全不知道这些酒是在洛杉矶郊区一个发霉的地下室里做出来。这种对精英的精神蹂躏，给鲁迪带来了一种比钱更强烈的巨大快感。他发现这些顶峰的人比普通人更好忽悠。
因为傲慢让他们相信我的品味肯定不会有错。然后鲁迪就做了一个很疯狂的决定，把一大批伪造的庞索酒庄红酒直接通过拍卖会卖回给这个酒庄的继承人，这完全属于在佛祖面前卖假经书，终究是会爆雷。于是2008年纽约的一场春季拍卖会上，现场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就是法国庞索酒庄庄主劳伦·庞索。他在翻看拍卖手册时，整个人都僵住了。手册上写，鲁迪提供了一批1945年到1971年的圣丹尼红酒。劳伦·庞索当场就毛了，站了起来，对着满屋子富豪说：“这不可能啊！我们家族酒庄到1982年才开始生产这个系列红酒，这个1945年呢是从哪钻出来的？”这个幽灵年份闹剧直接成了假酒帝国的第一个裂缝。但真正让鲁迪走向绝路的是一个叫比尔·科赫的男人，他是美国最有权势的亿万富翁之一，也是一个极其固执的技术控。2009年，比尔·科赫发现自己从鲁迪手上买的几百万的红酒全是假货，他并没有选择沉默，于是他花了几千万美元雇了一支前调查局成员和化学家组成的私人侦察队。这群人像猎犬一样，每天开始追踪鲁迪的气味，翻遍了他房子外面所有的垃圾桶，找到了那些假标签。他们还卧底在鲁迪的私密社交圈，录下了他醉酒时关于做假酒的那种吹嘘。2012年3月 ，FBI 突袭了鲁迪的洛杉矶住宅，发现了大量伪造的标签、瓶塞、蜂蜡、旧瓶和设备。那个震惊世界的地下实验室终于被曝光了。FBI 对鲁迪家剩下的红酒进行了年份鉴定，结果显示，这些标价几十万美元一瓶的稀世珍宝，大部分真实寿命都平均不到3年，就是廉价的葡萄汁。经过鲁迪的手指，就成了金融市场的顶级硬通货。当时华尔街一帮顶级对冲大佬天天围着他，鲁迪经常带他们去私人餐厅点最贵的菜，然后慷慨地拿出自己的私人藏品给大家品尝。有一位身家过亿的收藏家在喝完他的假酒后，还要拉着鲁迪的手感叹：“鲁迪，谢谢你让我感受到人类文明的结晶。”在调查过程中，探员们还发现，鲁迪不仅骗富豪，连拍卖行都骗。他从拍卖行骗走了几千万美元的无抵押贷款，抵押物就是另一批他勾兑出来的假酒。这种用假酒借真钱的逻辑，完成了鲁迪暗金资本的最原始积累。在这里，我只能说佩服2个字。2013年12月，纽约联邦法院，鲁迪坐在被告席上，依旧还是那副优雅、带着玩世不恭的微笑。法庭上最精彩的一幕是，控方请来了很多红酒专家来进行现场测试。这些专家以前在杂志上也好，电视上也好，都用最华丽的词语赞美过鲁迪的假酒是液体黄金。在法庭的威严下，这些专家不得不承认，如果撇开精美的标签，瓶子里装的就是普通葡萄汁。最终，鲁迪被判了10年监禁，补偿受害者2800万美元，并没收了2000万美元的财产。2020年出狱后被遣返印尼。这个案件成了全球葡萄酒造假的标志性案件，但最离奇的不在法庭上，是在鲁迪的受害者身上。就算鲁迪进了监狱，就算证据白纸黑字摆在面前，很多富豪还是坚持认为地窖里那些鲁迪的酒是真酒，拒绝把这些酒交出来销毁。为什么？因为在商业逻辑里，真相不重要，资产的安全性才是第一位。一旦承认这些酒是假的，他们数亿美元的红酒资产组合包就会立即清零，多年建立的品味人设也会瞬间崩塌，成为全球笑柄。一个荒诞的现实终于发生了，在这场骗局里，几乎全员恶人，受害者和罪犯达成了某种默认的共谋。这些富豪依旧在私人宴会上邀请大家一起品尝，继续赞美那些虚伪的陈年香气，继续守护摇摇欲坠的虚荣心。他们必须守护这个谎言，因为那个谎言就是他们权力和金钱的一部分。这就是 CNBC 要告诉大家的真实残酷真相。在顶级生意场上，信任并不是建立在事实之上的，信任是建立在大家共同维护的利益之上。鲁迪不是在卖假酒，他是在卖一种不愿醒来的贪婪之梦，只要这个梦够贵，它就是真的。这里是 CNBC 带你看透生意背后的原罪，我们下期见。